那夜我送崔婉婉回镜花宫时，曾拜会过苏公主。离去时，在殿外看到一片绿色钩叶。我对草木并不了解，之所以有印象，是因为那钩叶长得颇为奇特，而且周围也并没有见到钩叶树。我是好奇它从何而来，可那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当时并未在意。那又如何？高修是在镜花城中长大，熟悉灵花草木，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，镜花城中不生钩叶，所以它只能是来自城外。钩叶之上多生倒钩，极易粘在人的衣物之上。钩叶未摘下时是绿色，一旦摘下，2个时辰内变为褐色。方才蜂鸟所见钩叶是绿色，这只能说明当夜有人从城外匆匆入城。就算有这片叶子，说不定是蛇灵落下的。我们查过，蛇灵是在4日前入城的。如果是他，钩叶早已变色，玉令所藏之处防护重重，仅凭那蛇灵，根本不可能破开阵法。所以崔婉婉必须回来相助。高修士，你在城外遇袭不是偶然，而是早有预谋。你被暗族附身去了运手山庄，而崔婉婉则趁机潜回城中盗玉令，想要制造不在场证明，摆脱嫌疑。这些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，证据呢？那片叶子呢？都说了，风瑶当时没有在意，所以肯定没有将叶子带回来。再说，就算将叶子带回来，那叶子肯定也变色了，证明不了时间。你们都没有证据，就在这儿血口喷人。婉婉都已经入镜花宫10年了，这10年里一切都好好的，不可能是她的。你已亲自问询搜查，并且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，那么剩下的，即便再难以接受，也是真相。不会是他。如此坚信的理由是什么？不想相信。想相信？如今丢了玉令的是镜花宫，少公主不想着赶紧寻回玉令，弥补镜花宫之过，反而打算用整个仙盟和人族的安危来赌一份义气，还真是慷他人之慨啊！我们几个在这里忙来忙去，是陪您玩啊。看来穆姑娘对高修士颇有敌意啊。是，我不喜欢他，一直都不喜欢。师姐，你来啦！怎么没开门你就知道是我？因为每次只有你才会那么敲门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我刚刚去了一趟仙来客栈，回来的时候特地给你带的。哇，看着好好吃啊！你跟我说过，你小的时候吃了很多苦，长大以后最爱吃的就是甜食。谢谢师姐。对了，谢少城主，他们知道咱们什么都没查出来，没说什么吧？啊，他们说之前的调查方向有误，所以他们得再想想。真的很好吃啊。婉婉，你说勾结灵族盗玉令的，真的会是我们身边的人吗？他们有什么想要的，会是镜花宫给不了，非要背叛我们呢？师姐，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世上的人原本就都是为自己而活的呀。那你也是吗？你心中也有所求？当然，谁心中都会有自己想要的嘛。像我就不想再吃苦了。
我想一直都像现在这样，也不用多厉害，就普普通通当个修士，普普通通的过日子。还有，一直陪在师姐身边，看着师姐成为最厉害的人族女修，看师姐站上人族之巅。师姐，我怎么会那么快？婉婉，我自然是相信你的，可是我不能拿整个净华宫和人族做赌注。婉婉，还好不是你，你好好睡一觉，睡醒了，一切都会如初的。找到了。走。颜四，你立刻将玉灵带回去给阁主。那你呢？我现在还有任务，必须潜伏在这儿，不能暴露。待会我假装从城外回来，他们不会怀疑我。你快走，自己小心。什么人？竟敢来净华宫盗玉令！灵族，公主，封锁全城，许进不许出。全城戒严排查灵族，守住所有药铺，获悉药物一律不得出售。是。找到了吗？没有。继续找。是。可是净华宫崔婉婉姑娘，姑娘莫怕，我等是受高修士之托前来相助的。我看你手受伤了，这里离净华城不远，不如我先送你回城医治。多谢。颜四，计划一起，大业将成，我不会让你白死的。少公主，谢少城主来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不会是来找那片叶子的吧？我已经仔细搜过了，没有。
还有婉婉所住房间，我也搜查过了，没有玉令，你们别再怀疑她了。我们此次前来，是来拜见苏公主的。不是，你们都没有证据，别在我师父那儿瞎说。师父他多疑，你们别害了婉婉。高修士多虑了，我们此次抓捕蛇灵，已然暴露了行踪，想在暗中查探已是不行。既如此，也不必藏了。我和虚月入城已经有些时间了，作为晚辈，也该来拜见苏公主才是。那你那个牙尖嘴利的表妹呢？还有那个女护卫呢？哦，他们在客栈护阵。护阵？护什么阵？蛇灵虽然已经自尽，可凤瑶留下了她的灵丹，在下便冥思苦想，突然想到古籍中记载一种阵法，叫宿网，2个时辰便可起阵，到时把灵丹放到阵法当中，便可知道蛇灵生前的记忆。我们很快便可查出镜花宫的内奸是谁，他背后的人是谁，还有他们的计划，我们都可以知道得清清楚楚。高修士似乎不太高兴，你是担心阵法无效，还是怕真的查到谁？查到是谁就是谁，绝不姑息。出来吧。来都来了，何必蒙面呢？不如坦诚一些，以真面目示人，如何？你就算毁了这个阵法也没有用，只要蛇灵的灵丹还在，我们就可以重启第2个、第3个，别白费力气。我说你们啊，还真就是在外面看戏，一点忙都不帮，是吧？陷阱本就设在灵丹之上，自然要让他抢到灵丹才行。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？我说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你想要什么？我以前跟你说过我的身世吧，但那不是真的。你想听真的吗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亲生父母就把我卖给了做采生蛇割勾当的人贩子。你知道什么是采生蛇割吗？你知道那有多残忍吗？你不知道，但是我的亲生父母知道。可他们还是把我给卖了，就为了换那几个铜钱，然后继续去赌。他们明明已经欠了那么多债，为什么仍然贪心不死，还想着一朝翻盘，从此大富大贵？不过好在，路过的2个侯灵将我救下，带回了他们的群居之所，将我养大。他们对我有恩，我也把他们当成了我真正的亲人。但有一天，几个受伤的人族修士路过此地，侯灵纯善，便将他们收留，还辛辛苦苦为他们寻找灵药，给他们疗伤。但就在那天夜里，他们布下了诛灵阵，将所有的侯灵全部杀光，只是为了获取他们的灵丹回去领赏。师姐，
你从小养尊处优，所有人都捧着你，让着你。你见过真正的人性吗？你知道人性有多卑劣，多经不起考验吗？真正的恶魔不在暗域，在人间。既然这个世界没有给灵族活路，那我就为他们寻一条新的路出来。你说寻一条新的路，就是跟暗域合作，让暗族毁了人族吗？有何不可？可你也是人呐！如果可以，我不愿为人。你早就知道我们已经怀疑你了，这么明显的陷阱，你为什么还要往里面跳？你应该很明白啊，就像你想相信我，但是你又不敢以净化宫和人族做赌注。我也一样，我也有比命更重要的东西要守护。严四可以死，我也可以死，但我们的计划不能暴露，我们的大业必须进行下去。所幸，这只是个陷阱。那位九仙阁主到底是何人？能让你们如此死心塌地？看样子，他是不打算招供了。婉婉，虽然你骗了我，但有一样是真的：这么多年，净化宫这么多世界之美，只有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，我也不想你死。只要你把玉灵交出来，告诉我幕后之人，我现在就去求师父留你一命，好不好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愿意相信我？我当然愿意相信你了。你回头吧，你想要救灵族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把玉灵给你。别动！师姐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婉婉，你疯了！走。高秋明，你真是一个傻子。这些年来，你以为大家对你的恭敬，是因为喜欢你、敬重你吗？不过是因为你的身份罢了。我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也很讨厌你。还有那个素宁真，她处处控制你，你都不知道反抗。像你这样的人还想着帮我，你不止天真，还很愚蠢。你说够了吗？说够了。所以我们以后各走各路吧。普普通通当个修士，普普通通的过日子，一直陪在师姐身边，看着师姐成为最厉害的人族女修，看师姐站上人族之巅。他该死。走。没关系，你不敢做的，师父替你做。怎么了？似乎太顺利了。顺利还不好。
谢少城主，此次多谢几位出手相助，此情镜花宫定会铭记。公主客气。也诚邀几位今夜做客镜花宫，好让我一尽地主之谊。谢少城主可莫要推辞。既是公主邀请，自当赴宴。如此甚好，我这便回宫安排。你确定你们是仙盟？这素宁真瞧着，怎么比桑琪还阴冷啊？别乱说话。你怎么瞧着心情不太好？是因为崔婉婉的话？我原以为你只站在人族那边，没想到你也同情灵族啊。那你当时为什么非拦着我杀高秋明？我观对错，无关族类。高秋明错不至死，你要杀他，我自然要拦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更占理的话，你也会站我这边了？你除外。凭什么？你站的理，大多都是歪理。歪理怎么了？歪理也是理啊。此次铲除内奸，寻回谕令，多谢几位相助，我敬几位一杯。我不饮酒，以茶相待。也好，请，请。此番谢少城主在暗域遇险，镜花宫后知后觉，未能及时相救，反倒要你带伤来助，实在惭愧。苏公主言重了。只不过谢少城主与南庄主今日午后来见，为何不先告诉我？所谓的速往镇，只是你们的诱敌之计。难不成二位是信不过我？怎么会呢？只是这镜花宫人多眼杂，既是诱敌，自然越少人知道越好。说起来，我们也是布好局之后，才告知少公主的。师父，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灵族都是……好了，今日宴请就不聊那些不开心的了。镜花宫中有自酿的酒，以稀有的灵花为饮。除了谢少城主外，几位正好尝尝。我已命人去取，一会儿便会送来。请。你在干什么？在西，怎么是他送来？摄魂骨，谢月辰，在西长老，别碰他，会传人。传说中的暗域邪骨，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暗域邪骨，师父，在西，怎么是他送来？摄魂骨，传说中的暗域邪骨，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师父，师父！雪神，快走，快走！
身中蛊。也许他早就中蛊了，只是因为他修为高深，所以到现在才发作。你灵力恢复了几成？不足4成。南虚月，摄魂蛊能持续多久？3个时辰，3个时辰之后便会失效。你们先走。他们都走，我陪你。这里是净化宫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走。谁都走不了了。不能杀，他们还活着。不能杀还怎么打？他们不知道疼，也不知道累，会耗死我们的。这腰疼。公子。想干什么？你又不让我杀人，只好这样了。对付邪蛊，只能用魔功，以毒攻毒。够了，停下！你还知道关心我？停下！师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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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！师父！现在才是够了。穆雪梨，师父，穆雪梨，如何？穆姑娘之前可有受过伤？什么意思？照脉象来看，她是旧伤未愈，方才又以血为阵，才导致的魔气易散，属实是伤上加伤。怎么了？她灵窍破损。是，他跟我说过。灵窍破损，也就说明他无法像寻常灵族一样修炼灵力，也无法结出灵丹，只能引魔气入体，修习魔功。可不论是魔气易散，还是魔气入体，对于一个灵族来说，都是生不如死的畸形。你精通医术，可有什么办法能助他恢复？许愿。我对魔功也不大了解，只能先去净化宫药库，看看有没有他可用的药。嗯。
穆姑娘之前可有受过伤？她是旧伤未愈，方才又以血为阵，才导致魔气已散。小心！属实是伤上加伤。东阳，你知道怕是种什么感觉吗？怕。嗯。公子为何突然这么问？我方才好像就怕他就那样死了。我不确定的是不是怕，我只知道我不想他死。你与他相处的时间并不多，为何这么在意这位故人？说不真切，就是一种感觉，就仿佛一切都本应该如此。你说，他会是我要找的梦中人吗？他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可我始终看不清他的脸，也看不清那梦中之地。那种感觉很相似。穆玄灵，会是他吗？既然不确定，那就再多花些时间，去看明白，他究竟是不是。玄灵，师父，过来，该练功了。想要力量吗？想要复仇吗？感受魔气，将它纳入体内，不要排斥它。记住，魔气是力量的源泉。人会背叛你，感情会背叛你，你能依靠的只有力量。师父，为什么我们的修行这么痛苦？因为我们生来有罪。穆玄灵，穆玄灵，有这么多可记的？你看你自己可能看习惯了，我看你可是新鲜的很。怎么，你好奇我是怎么写你的？要看吗？并不好奇。面对我的体贴，竟能做出强马不待人之事，很难相处。不过杀了1800暗族就敢胡吹大气，就是这班长，略显浮夸，特别大一片，特别醒目，健忘。他竟然把我困在这阵法里，气死我了！谢雪晨，你混蛋！
今日他同我一起赏月，当然，准确来说，是我非要同他一起赏月。其实月亮不圆也不亮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但他一个人站在那里，瞧着很是孤寡，我就勉为其难陪他说说话吧。我跟他聊起了暗喻，他对我曾经的生活未作评价，也没有跟我提起他的生活。有时候我觉得，我就像暗喻里的血月，而他，像人间那轮忽远忽近的明月，各有自己的位置，不曾交汇。但如果可以，我想让他知道，其实活着也能不那么孤独。谢少宗主，我刚才可是替你挡了一剑呢，就算是幻境里的剑，挨一下也是很疼的。你怎么也不关心关心我？不如你把玉影刚刚化成的那颗魔丹让我吃了，我也好增强功力呀。穆玄灵，穆玄灵，你醒了。谢雪晨，你哪里不舒服？我身上疼，好疼。我头好疼，我心口好疼，我手脚也疼，好疼。这衣服，就连这衣服碰在我身上也跟刀割一样。你运功吸收魔气，就不会疼了。谢雪晨，我是不是中蛊了？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？你没有中蛊，你只是吃了玉影的魔丹，现在魔气重新入体，需要你运功解难。玉影的魔丹，好，那我试试。请随我跃进世间的花火，我心田影里风若桃花千朵，你经过山长水阔，任谈笑自若，只因情向我，只因你如昨，芳华灼灼。请随我跃进世间的花火，我
谢晨，你干嘛呢？高修士，有何要事啊？哦，穆玄灵的魔功破了摄魂骨，残留在大家身上的魔气，我也用琉璃明心丹清除了，明天大家就能醒过来。我来是想听你告诉我，穆玄灵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没错，他是灵祖，因灵窍破损，迫于无奈修习魔功。那日在驿站与你相斗的，就是我和他，只是用法器遮掩了面容罢了。我就说他的腰疼怎么那么眼熟，你们俩骗了我这么久，他那日可是要杀了我。那日之事的确只是误会，况且论起因，也是你误抓秀宝鼠，动手伤人在先。这2日你应该看得很清楚，穆玄灵他没有恶意。你现在竟然都帮灵祖说话了？高修士不也一样吗？你如今对灵祖也能手下留情。我才没有手下留情呢，我才不会呢。你明知穆玄灵修炼魔功，又知他身体虚弱，你如果真想对付他，大可直接传剑灵司来抓他，又怎么可能让他安安稳稳的在净化宫休养，还先来向我问明事情的缘由？我是不想旁人说我是非不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如此信他，就不怕他反咬你一口吗？高修士是在说穆玄灵，还是崔婉婉？我相信高修士应该不会将穆玄灵之事告诉苏公主吧？我的嘴巴没有那么大，你的人你自己管好就是。南庄主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噬魂谷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何大家都会染上？啊，是古籍中记载的一种邪法。尸骨者需取暗玉邪骨，以自身鲜血喂养，待养成之后，将其磨碎，涂在器物之上。接触过此器物的人，在尸骨者死后便会成为他的傀儡，会忘记一切，只会记得完成尸骨者的遗志，且一传十，十传百。什么器物这么隐蔽，连我师父都发现不了？没发现未必是藏得隐蔽，也有可能是露得很明显，明显到让人不会去怀疑。什么意思？是崔婉婉。他知道苏网镇可能是个局，他便以自身性命为赌注前去破坏，且留了后手。他在玉令上下了摄魂蛊，若他赌赢了，便可以破坏阵法，毁掉灵丹，守住他身后的秘密；若他赌输了，他会死，但也会启动摄魂蛊。这样，自然会有人替他来杀谢雪晨。可他想要的是毁了人族，保护灵族，为何要杀谢雪晨？怀璧其罪。雪晨身怀玉阙宫，乃人族至强，也是仙盟未来的倚仗。想毁人族，当然要先毁了人族的希望。他为了完成任务，连自己的死都亏力，这得有多狠？二位，我有些累了，就先告辞了。